为什么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我们的古人比西方到底差在了哪里？曾经爱因斯坦、杨振宁、邱成桐又曾经都回答过这个问题，也有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是英国的一位学者，他写了闻名于世界的西方汉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发掘还有整理。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处在了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地步，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4大发明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可以这么说，没有哪一个王朝，没有哪一个宗教派别，没有哪一个伟人曾经对人类事物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还有影响。这足以见得古代中国确实是世界文化科技的中心。但是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没有引起一场科学革命，从而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然后引领这个世界科技的潮流，而是在17世纪以后就走向了下坡路。那李约瑟之问震惊了整个中国学术界，所以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研究解释这个问题就连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也委婉地提到过几句。爱因斯坦就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有2大基础，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那在我看来，中国的先哲们并没有走上这2条路，所以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一点都不奇怪。形式逻辑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而上学，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我们的宇宙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独立于人存在，并且能够被人仅通过观察就能够理解。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只要我们通过观察其表象规律，总结积累大量的资料还有数据，然后用思维进行逻辑演绎，就能够得出万物背后的真理。这也就造成了西方人的思维是讲究逻辑的思维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提出公理假设，然后在这公理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逻辑演绎，提出很多的定理。那么这样的思维方式就诞生了西方一整套的公理体系，严谨的逻辑化也创造了一门人类认识自然的工具——数学。数学的诞生又反过来使逻辑演绎的过程定量化，通过大量的数学计算，使得整个逻辑过程变得无懈可击，具有说服力然后根据推演出来的定理还有科学规律，我们就可以建立科学模型。那么以上就是科学理论模型诞生的一般过程。那么从古希腊的天球地心说到托勒密的本轮地心说，再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到量子力学，都遵循了这个一般过程。17世纪伽利略的出现为科学带来的巨大改变，就是实验科学的开端。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那么伽利略就是实证主义的鼻祖。实验科学讲究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模型得出来的结论预测必须要能够经受住实验和观测的检验，如果不符合实验观测结果，那么就说明已知的科学理论它不完善，甚至是不正确，必须要进行修改或者将其推翻。那么牛顿的理论到爱因斯坦理论的过程，正是体现了伽利略的实证化。而我们中国的先哲们缺少的就是这种推演式的逻辑体系，只注重表面现象，从来都不会问事物的本质原因比如我们发明了火药，我们发明了指南针，我们从来都不会问火药背后的科学原理我们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验还有归纳法，比如我们只有勾三股四玄武没有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虽然这2个说的是一件事，但是差距非常的大那么杨振宁曾经在一次文化高峰论坛上也谈过这个问题，他总结了以下几点从1600年到1900年这300年间，西方在讨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以及光速不变原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还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在这期间，中国有赶超西方的机会比如明末时期的传教士利玛窦，他就给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展示了这个世界地图西方最新的天文学知识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这个抗拒西方科学。到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认真学习过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帝王。他之所以要学这些东西，而且非常的刻苦最大的动力并不是想在中国推广西方科学，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每天开晨会的时候能在士大夫的面前显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说白了就是喜欢耍小聪明那其次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实用，比较实际比如我们常会问学这个有啥用学了数学买菜又用不到，所以我们没有抽象的理论结构，因为我们缺乏建立抽象理论的思想动力。这就是自古以来国人的思想，这个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的想法有天壤之别。欧几里得当年就说，他的几何原本就是无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就不是科学。如果你想要学有用的东西，就不要做我的学生
这就是为啥中国诞生不了科学，因为科学不是功利的东西，它只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发现这就是科学的目的，十分的单纯。那么最后就是中国人没有科学，但是有易经，有阴阳太极，我们说话干事总是喜欢模棱两可我们有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用不可证伪的思辨来自圆其说就拿阴阳来说，你不管遇见啥问题，我们中国人总是可以用阴阳来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这个答案你还无法证伪，你还反驳不了比如阴阳协调和阴阳失调这8个字就可以解释万物。邱承通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在南北魏晋时期的基础科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产生了很多出色的数学家，但是中国人对定量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科学方法，无法做到很好的传承。而且中国人比较推崇儒家的学以致用的想法，对科学背后的基本规律的研究兴趣并不大。我们不喜欢证明各种无用的定理也就从几条这个显而易见的公理来推导复杂的数学定理这跟古希腊的数学家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近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的原因当然这里面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古希腊大有不同。但是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在回望过去的同时，就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做到支持而后用。当今的中国对6个字更是深有体会，落后就要挨打那虽然我们错过了上一次的科学革命，但是下一次的科学革命我相信必定有中国的身影。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